女人震惊地发现，垃圾桶边竟有一个婴儿，即将被冻死。好在被她及时发现，才救了一命。随后，警方将这定为了蓄意谋杀，接着就开始追查起了婴儿的来历，却不料竟因此引出了一个生殖狂人。很快，警察就查出婴儿的衣服是知名品牌，然后据此就来到了专卖店，而店员也一眼就认出了婴儿，并提供了他母亲迪迪的住址，同时告诉警方婴儿是被收养的。接着，警察又来到了迪迪家，可砸了半天门也没人，哪知这却惊动了地下室的租客。而在得知警察的目的后，男人表示好几天没看到迪迪了，不过昨晚屋里却有喊叫声。而这时，警察也听到了屋子里有声音，好像是在说外语，并且大门竟然没锁。结果走进来，竟看到一个跪着的女人，不由得引起了俩人怀疑。而女人却慌张地表示孩子不见了。随后在警察的审问下，才得知原来女人是保姆，负责带孩子。迪迪已经出差2天了，我昨晚睡觉时还好好的，但今早一看摇篮竟然空了，到处都找不到。那警察就疑惑了，你怎么不求助？哪知保姆也很委屈，我不正在祈祷吗？对此，警察只能告诉他，你的祈祷应验了，孩子已经找到了，并且还活着。接着又问起了昨晚的尖叫声是咋回事，可保姆称昨晚就有一人，没别人在这了。不料警察当即就拆穿了他的谎言，因为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只安全套，但保姆解释这是迪迪的。然而警察也不傻，直言这只可是很新鲜。这下保姆明显慌了，接着在警察的逼问下，终于说了实话，承认昨晚男友在这里的，但也保证他绝对不会碰宝宝的。可警察不这么认为，随后就根据保姆的交代，将男友广坤传唤到了派出所。结果一上来就问起昨晚的床上激战，连套套都穿洞了。对此，广坤回应称只是热情了点。而既然他承认了有这事，警察就嘲讽了起来：你和保姆乱搞时，而他雇主的孩子就在隔壁，迪迪会怎么看？不料广坤竟表示迪迪不知道，我俩虽然是好朋友，但也不会什么都告诉他。谁知警察接着话锋一转，质问你却偷走了好朋友的孩子。哪知广坤首先关心的是宝宝是否还活着，而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才解释我12点的时候去看过，孩子还好好的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我挺喜欢那男孩的。结果警察又反问难道是保姆干的，不成想广坤竟顺势承认女友不是干保姆的料，照顾不来宝宝，言下之意就是可能是他。于是警方决定再传唤保姆，而对于广坤，由于没有证据，只能先放人了。不料就在这时，迪迪竟急急忙忙从机场赶回来了，可还没等警察说明情况，他就看到了正要离开的广坤，结果下一秒俩人居然抱在了一起，这看着可不像仅是朋友。而迪迪则承认他是我未婚夫，还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这让警察怎么回答？已未婚夫竟和保姆搞在了一起，随后就又分别对俩人进行了审问。迪迪则交代是2个月前才收养的婴儿，但我不认识他的生母，一切手续都是广坤办理的。可令警察震惊的是，之前迪迪和广坤并不怎么熟，就是因为这次的收养才和他碰出了火花。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而对于和保姆乱搞的事，广坤则辩解是他主动凑上来的，我只是一时没有把持住。不料保姆却揭了老底，称每次迪迪出差，广坤就主动来找我，他停不下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迪迪也来派出所了，顿时慌张了起来。但警察不管这些，接着提问等他俩结婚了，你到时咋办？不料保姆竟称广坤不会结婚的，他只是等着合适的时机甩掉迪迪。随后警察又问你担心怀孕吗？因为昨晚的套套破了，而他只是归结为昨晚太疯狂了。殊不知此时此刻，警察把他俩的事已经告诉了迪迪，结果惹得迪迪大怒，并在得知保姆也在这里后，隔着玻璃大骂了起来，甚至猜测就是保姆丢掉了孩子，好让广坤离开他。这下保姆可忍不了了，竟冲过去和迪迪动起了手，还大喊是你丢掉了宝宝，场面瞬间焦灼了起来。不过这里是派出所，警察当然不会让他们真打起来。而在分开2人后，就又审问起了迪迪昨晚的行踪。迪迪当然称是在外地，可警察下一秒就拆穿了他，因为迪迪说是从机场赶来的，可没有带行李。对此迪迪还想糊弄，谁知警察接着就要看登机牌。这下迪迪终于慌了，不得不承认我没出差，昨晚是在酒店要广坤过来。Even though Ken's been having sex with your nanny. He's my lawyer. I want him right now. 既然他提到了律师，警察只能照办。不料迪迪见到人后，当即质问起了广坤偷腥的事，但还是尽量压抑着怒火。可哪知广坤并没惊慌，竟又辩解是保姆主动贴上来的。虽然迪迪很生气，但广坤很是会哄。然而警察看不下去了，他只想知道昨晚迪迪为啥去酒店。而犹豫了一下后，迪迪的回答是我在想该怎么办。原来是她怀孕了。结果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广坤十分高兴，可迪迪很是心烦，他不知应不应该留下这个孩子，毕竟现在的宝宝就够俩人忙活的了。但广坤却十分赞同留下，接着就开导起来，让他留下孩子。而迪迪也很快就沦陷了。不料随后广坤说了一句很高兴套套破了，顿时引起了警察的警觉。看来迪迪并没准备怀孕，
接着就想证实这个想法，并结合保姆的已破了。他猜测广坤的套套经常破，所以迪迪你才怀孕了。结果迪迪确认真是这么回事。既然如此，警察当即断定广坤竟是个生殖狂人。结果广坤不服气，警察则明言你想生孩子，你利用女人来生孩子。可广坤还想反驳，然而警方有数据为证，标准的避孕失败率是1%，但你的失败率一定很高。而对此广坤则辩解套套破了是因为我们在床上很开心，可警察严重怀疑是他在套套上提前扎洞了，然后假装突然间就破了，这就是生殖狂的典型行径。而眼见迪迪就要相信了，广坤赶紧又拿真爱诱惑了起来，不料被警察当场拆穿，这都是虚情假意，都是拿来骗你的。而眼看马上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，广坤则直接质问警察要起诉我们吗？而这可算不上犯罪，警察当然无法起诉了。于是广坤带着迪迪就要离开，而警察能做的只有不停规劝他认清广坤的真面目。可广坤狡猾得很，又唬住了迪迪，对此警察也毫无办法，于是就想以偷走婴儿罪办他。不料技术员却给两人泼了一盆凉水。他在包婴儿的毯子里找到了一些毛发，大部分是迪迪和保姆的，但还有一根红发不属于任何人，并且警方搜查的范围内也没有。可技术员提取了上面的 DNA， 从基因上推断出了主人的瞳孔颜色是蓝眼睛，这显然不是广坤了。但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人，他们刚见过的，这人竟就是迪迪的那个租客。随后警察就向他展示了证据，可他还想否认，警察当然不允许，接着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。不料男人突然暴怒了，竟声称这么做是为了救孩子，一下子就把警察整懵了。接着他坦白，我认识迪迪很多年了，他很沉着睿智，要不是有广坤那个混蛋，迪迪一定是个好妈妈。因为广坤不是搞保姆就是搞别的女孩，一旦迪迪出差，他的家就变成了广坤的酒池肉林，而迪迪不出门时，他就摆布他的想法。可警察也指出，虽然迪迪爱上了一个混蛋，但不代表他就会忽略宝宝。然而男人却称昨晚宝宝撕心裂肺喊了几个小时，俩人就是不管他继续风流快活。但警察却怒斥，那你也不能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呀。不料男人竟辩解，那边人来人往，肯定会有好心人看到暴走，会确保他有个安全的家，可结果却差点冻死宝宝。接着警察又反问，你就不能告诉迪迪广坤在玩弄他吗？哪知男人已说过了，但广坤给迪迪洗脑了，并且我在迪迪家门口听到广坤打电话，他说了一些东西，而这立马引起了警方的兴趣。随后在得知了这个秘密后，警察立马又找上了俩人，他们查了记录，发现广坤有个有趣的地方，证明他确实是个生殖狂。接着就拿出了证据，竟是厚厚的一叠出生证明。而诡异的是，父亲一栏里填的却都是同一个名字，就是广坤。原来过去10年里，他成了20个孩子的父亲，妥妥的生殖狂。迪迪一时简直难以置信，而更没想到的是，警方将宝宝的 DNA 和保姆套套里的进行了对比，结果是吻合的。所以这也解开了广坤让迪迪收养宝宝的原因，那就是广坤其实是宝宝的生父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不料广坤竟面不改色，还说这不很好吗？现在咱俩还能再生一个。生殖狂的本色暴露无遗，警察顿时担心了起来，就怕迪迪连这都能接受。可警察也无法强制他做什么，毕竟广坤虽然变态，但不算犯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本森将研究生殖狂的专家请了过来，希望他指引抓住广坤。哪知专家在得知他戳破套套后，称未经女方同意将体液放在他体内，这应该被认定为强奸，但检察院却不这么认为，所以需要找出广坤的其他伎俩。于是专家又提到生殖狂会口头威胁女人，如果没用的话就会使用武力。可警察没有广坤攻击迪迪的证据，不料这也提醒了他们，或许可以问问另外20个孩子的妈妈。于是警方把第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婴儿的生母上，因为宝宝有出生证明，却没有收养记录，或许生母并没有同意。然而据生母交代，我怀孕时染上了毒瘾，当时本想堕胎，可广坤立即将我送去了戒毒所，给我租了间好公寓，甚至向我求婚。而听了这话，专家很是感慨，一个穿洞的套套竟带来了新生活。但刚开始一切都很美好，我戒了瘾还有了爱情，直到孩子出生1周后，朋友过来庆贺，我又吸了一点。结果广坤得知后觉得我不适合当母亲，就给他找了一个养母，说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生活。于是在广坤的说服下，我把孩子给他了。可后来我后悔了。见状，警方赶紧提醒，生母有45天的反悔期。然而女人确实去找过民政局，可那里根本没有孩子的领养信息，最后只能放弃了。随后警察又确定了女人确实想要回自己的孩子，那么这样就有理由了，可以算是广坤偷走了孩子，或许可以以此逮捕他了。而幸运的是，上级批准了逮捕令，并为了找到广坤，对他的手机进行了定位，结果却震惊的看到广坤进去了一家酒店。他们则立即猜到他这时又去开房了，随后就立马赶了过去。果如他们所料，接着在小姐姐的配合下，警察悄悄逼进了浴室，然后突然打开门，将正在给安全套出动的广坤逮了个正着，罪名就是危害儿童福利和非法收养。而小姐姐还以为搞错了，但警察立即给她出示了证据，她自己差点中招。然而即使都这样了，广坤还狡辩生母嗑药不适合养孩子，可警察也言明他有权决定自己孩子的命运，而且你没递交申请，打算绕一圈又回到自己身上。不料广坤早有准备，知道这只是轻罪而已，但警察想追究他伤害女人的罪，哪知广坤却狡辩，我只是想追随我繁殖后代的男性本能，我用自己的后代和金钱让他们的生活更精彩了。
然而警察却将这定性为自尊心不足，从而寻找的弥补方式。广坤当然不认可，还妄称男人都想三妻四妾，甚至揣测警察特别想上自己的搭档，看着他怀上自己的孩子。这下警察真的认定他是变态了。然而真想定广坤的罪，却是千难万难。因为本森很快带来了检察官的回复，这属于轻罪，不值得大费周章起诉。可就在专家愤愤不平之际，没想到警察还有后备计划，随后就将广坤释放了。却不料他很快就看到了难忘的一幕，派出所里竟全是女人和孩子，显然这些都是广坤的孩子。顿时有两人因为孩子争爸爸吵了起来，迪迪更是难以置信。而广坤此时也明白了警方的用意，这是要用孩子们逼自己低头，但他仍没感觉到一点社死，竟坦然承认了一切。而女人们也这才得知自己并不是唯一。眼见有人气愤的要离开，广坤则快步追了上去，又发挥了自己的语言魅力，不仅对着对方无话可说，还挨个女人打起了招呼。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说过他，只有迪迪啥话也没说，转头就走了。而这时广坤又看到了一个老太，但他肯定没有和她睡过，哪知老太竟是丈母娘。广坤听了连忙问候他的外孙，不料老太的女儿和外孙全死了，因为广坤不让他们搬过去一起住。最后母亲开煤气和儿子一起自杀了，可广坤的反应竟是他没有权利杀死我的儿子，整个专家都听不下去了。然而广坤仍声称我爱我的孩子，专家又斥责他颠覆了20个女人的命运，但广坤反驳是改善，并且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他竟否定是20个，接着自豪地宣称你们只是查了本地的，在欧洲，在全国我共有47个孩子，我爱他们的每一个。而这通言论把警察都弄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广坤竟如此变态，还无法拿他怎么样。然而有时候法律做不到的事，外力却可以，因为很快就传来了消息，广坤竟被发现死在了迪迪的后花园里。现场简直惨不忍睹，尸体好像吞了炸弹从里面炸开的。而警察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迪迪了，可经过搜查显示，迪迪从派出所离开后就根本没回家。随后他们又怀疑上了租客大哥，而男人正要出门，却被及时堵住了。可他否认杀了广坤，并大方的让警察搜查。结果警察刚走进屋子，就看到了他的潜水装备后，瞬间就明白了广坤是怎么被杀死的。凶器就是战术助气直刀，这是为海豹突击队研发的，手柄上有个容器，能喷射出压缩的2氧化碳到你要戳的物体上，气体会立刻膨胀成篮球的大小。而现在是潜水员的最爱，因为戳到鲨鱼就可以很快炸死他们，就像广坤一样。随后证据就被摆在了男人面前，但他仍不承认。结果警察当即指出了他的动机以及机会，不料男人却推给了迪迪，理由是他也潜水，也有战术刀。而迪迪也承认自己有刀，但他虽然恨广坤，可对方毕竟是孩子父亲，所以不会杀他。然而不等他说完，警察就拿出了证据，并且还发生在你家里。结果迪迪大喊是有人偷了我的刀，而且广坤也有房子钥匙，他将我家当成了爱巢，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去乱搞。而此时警察才明白，原来迪迪一直都知道广坤偷腥，只是广坤太会甜言蜜语了，经常 PUA 他，所以迪迪一直在装傻。并且昨晚他们都这么说，广坤的甜言蜜语能让你消除对他的所有质疑。不料警察当即听出了问题，迪迪又解释他们指的是你们找来的那些女人。昨晚专家召集我们一起吃了饭，谈了谈广坤的所作所为。广坤被杀的时候我就在那里，这么看来迪迪是有不在场证明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出事了，竟是女人和孩子们都来了，他们要为迪迪做不在场证明，搞得警察又怀疑不是迪迪干的，就是你们其中一人干的。可是他们昨晚都在一起，可以互为证明，却不料警察敏锐地发觉少了一人，那就是专家。而当他问起专家昨晚是否跟你们在一起后，大家沉默了，但还是坦白开始是在一起。可后来他出去接电话了，之后就没回来了。于是下一秒警察就来到了专家的家里，现在他可是重大嫌疑人。而当他们进屋后，果然看到专家正摆弄战术刀呢，不用猜这肯定就是真凶了。而专家也早就等着警察了，他自知是躲不掉的，可他自诩为民间英雄，杀掉广坤预防了很多人受罪，也阻止了他们意外怀孕。而经过竟是广坤很大胆，居然勾引起了专家。于是专家将计就计，来到迪迪家后，就在广坤想乱搞之际，他本想阉了他，不料广坤却炸了。而最终的结果是，专家喝下他人生的最后一杯酒后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